诸位，我之前在安徽狂悖无礼，得罪了胡老太爷。今日胡老太爷要给我赔罪，我也想给整个安徽茶商会赔个罪。老太爷光风霁月，我心中佩服得很。之前种种得罪，咱们就给他翻篇过去，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。只是这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，是我们安徽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这招牌理应挂在安徽茶商会里头。这是我送给老太爷的第一份礼。这第二份礼，是我家蓝雪茶的配方，还请胡老太爷务必收下，抄写好，分配给安徽各个茶商。顾先生，这份礼太重了，便是千金万金也难买啊！你要是不说明白了，我可不敢接。这蓝雪茶的名声现在已经传出去了，但是仅凭我和我兄弟2人，加上家里的那几十亩薄田，一年能种出多少啊？我就怕到了以后，市面上出来很多牛头马面的假货，毁了这茶的名声，那可是安徽茶商会的过失啊！所以胡老太爷，这配方无论如何，你得收好。这说的我都没有回旋余地了。顾先生您放心，若是顾家的蓝雪茶能大行天下的话，那便是顾先生的功劳。安徽茶商会愿听您调遣。哎，这个位子我可做不了。我这个人嘛，耐不了烦，清闲惯了，守着家里的茶园，逍遥自在，挺好的。这个位置还得您来主持。顾先生是自谦之词，绝不是自谦。如今兵荒马乱，安徽几十万茶农苦不堪言。我在想，这蓝雪茶或许就是我们的一线生机。只要我们能把这个茶给推广出去，茶叶卖得好了，安徽的老百姓日子也能过得舒服些。这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功德呀。可把我们安徽人的面子找回来了。以后您老人家还得多替我说2句好话啊！我老人家，要不是古大，我们大伙的茶叶能卖这么好的价钱吗？哎，您说，以后多土气的名字，蓝雪，那简直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叫二老爷，叫二老爷。行军路上最是无聊啊！我早早的就预备下了。哎，顾兄弟，那些安徽茶商们是怎么向你磕头认罪的？不可与他们善罢甘休。哎，想想也是自己年轻，非要做什么蓝雪茶，怨不得他们。哎，这是你命好。这天底下有谁能一出门就遇到圣母皇太后？又有谁能得了圣母皇太后的青睐，一鱼之下点石成金呢？你道王爷为何如此卖账？没办法，圣母皇太后那块匾把他给压住了。当初大人要我饮宴，也是圣母皇太后的意思吧？这是自然。不过啊，我也不白沾顾兄弟的光。合肥城打下来，功劳你我一人1半，哪怕把满城的人都杀光，我也在所不惜。顾兄弟啊，
这可是几百年都等不来的好运气。我朝战功升迁最快，你有如此机遇，定能青云直上。你是读书人，应该知道的。自古以来啊，就说得明明白白。首级，一颗脑袋，生一级。来。苏小姐，哎，你最好别出去，这外面都是我的人，没我的命令，陡然接人出来，你脑袋就没了。你现在还真是有点大人的样子啊！朝廷安抚使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乔松身边也安排人了？本来谋划着要杀乔松。突然知道他带了一位连圣母皇太后都看中的人物，我还纳闷呢，原来是故人啊！千里迢迢把脑袋又送回来了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我在你这可不是故人，我是个死人。说对了，留着你这样的人只会碍我的事儿。说吧，有什么未完成的心事或者想捎的话？我希望你劝告李成，合肥已经守不了了，让他早早撤离，不要拖累全城的无辜百姓。我还想奉劝你，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，你的阴谋诡计成不了气候，你赢不了。你还是改不了牙尖舌利的毛病。不怕死吗？怕。你不怕吗？既然之前我坏了你的好事，你又差点整死我，那咱俩算是扯平了，可以谈笔生意了。没想到你还是个生意人。我要全合肥城无辜的百姓都平安地活下来。这个生意能不能做？你去告诉李成，如今合肥已经被围了3面，他还有一线生机。英雄无奈是多情，还惦记着白小姐呢。我不是为了白小姐，我是为了合城百姓。大丈夫当为则为，你太小看我了。你让他撤，他撤去哪儿？金陵城下有朝廷的南北2个大营，浙江一带也有军队。至于苏州，还得看那边的王爷接不接纳他。所以我们要通力合作，你帮他谋划一条退路，需要我做什么的，我定当尽力。想不到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这狗头我先记下了，回再来找你。五兄弟啊，像我一样。你若好好拿他们当个人看，他们反倒欺你，这就是官场。乔大人，我这算什么官儿？不用学这一套了。2位大人一路风尘，多多辛苦。安抚使辛苦。包锦绣，我不是官儿，不用给我行礼。那个不然，古先生是安抚使，乃圣母皇太后选拔，不知道比我这5官4品要高到哪里去了。朝廷体制怎敢破例？来，请。
酒菜早就预备好了。奏乐。来，诸位，咱们敬乔大人一杯。乔大人一到，如日出东方，妖邪遁去。围城那么久，今儿可看见曙光了。安抚使大人到了，当地百姓犹如父母再生，光是万民旗、万民伞，多的都数不过来。圣母皇太后破格提拔您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们也敬您一杯。稍等，什么万民旗、万民伞呢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，怎么会有这些？哦，你们真有一套。这个是自然要早早备下的，难道还真等那些草民们送啊？宝清兄啊，但是我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教您一下。安抚使，请吩咐。我听说合肥就要断粮了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攻城啊？正要等安抚使吩咐，卑职立即整兵攻城。我不懂军事啊，所以我就是想说，你们再这么继续围下去，城里的那些人真的就饿死了。这个无妨，只有把那些乱臣贼子饿得拿不起刀、提不起剑，咱们才好一战成功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的，我是什么差事来着，我自己都忘了。哎呀，您是安抚使啊，那我说话管用吗？这个自然。您刚来的时候，卑职就说了，一切听从安抚使的吩咐，这才是朝廷的爱民保境之意呀。对呀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你把人都饿死了，我安抚谁去啊？还是说，你想抢我的差事？再者说了，所谓那些敌军，绝大多数可都是被裹挟的合肥城里的百姓啊。要是都被你们活活饿死了，或是死在你们的刀剑之下，那是不是有悖于圣母皇太后的圣德呢？这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好好想过？哎呀，谷兄弟啊，你这句话我最是佩服啊！我看把他们饿得也差不多了，咱们该进攻就进攻吧。对，乔大人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先回家交代一声，等过几日，我会亲自去合肥城进行劝降。这个不行，您要是有一点闪失，卑职有几个脑袋也赔不起啊。您放心，等这场仗打完，一定给您续军功，授个实职。秦兄，你怎么说完了就忘了？一切听从安抚使吩咐，这可是朝廷安民保境之意呀！啊？我得先回去了。卑职恭送安抚使。卑职恭送安抚使。老乔，这谷老板是个当官的料。让你说话那么不小心。我哪知道啊？他倒学得快，3言2语竟让我没词儿了。莫小看了他，这种人啊，我们还是捧着的好。你到皇太后为何突然凭空给他个安抚使做？为什么？皇太后早就对六王爷不满意了，你我都是王爷的人。所以，给他一个安抚使的虚职，虽说是虚职，他说话你要敢不听，那就是个事儿。还有，这个人务必给我把他留在这儿。为何？立了功算谁的？这若是闯了祸呢，算谁的呀？高见。不过有一件事儿我还想不明白，
既然咱们好好捧着他，白送他个功劳，他还非去城中劝降，那是死路一条。为什么不拦他呀？你拦了吗？我拦了呀。然后呢？拦不住啊。那他自己要去寻死啊！没办法呀。安抚使，安抚使，那就是他的正事。你怎么没穿老虎皮呀？我等你半宿，我就想看你穿老虎皮呢。哥，你跟太后熟，要么你跟他商量商量。你不想当官，你给我弄身老虎皮穿穿呗。我这村前村口走一圈多威风呀！你披什么老虎皮啊？我在关外被狼追的时候也没见你来救我，就看你狐假虎威。你这就没良心了！我到处找你，我都不知道哭了多少回了。今后有点出息啊，别就知道哭。哎哥，说正经的，别人给你官当，你干嘛不当啊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跟我说做官，烦着呢。这宰相家人七品官，你要是做了个官，那我也能个县太爷当呢。谁敢不听我的话，一拍桌子打屁股。滚！娘，我回来了。您要是歇息了，我明早再来请安。进来吧。老儿说你差点丢了命，我都快吓死了。有个朋友拉我去关外，走得着急，就没来得及跟老二打招呼。我倒是不信。娘，我答应你，之后不出那么远的门了。娘，我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。这次上京城，我找六王爷递了个帖子，他答应我了，让九门提督府的人帮我查爹的下落。要是连他们都找不到的话，那便是真的找不到了。你不要太过伤心了。我不是伤心，我是心里面总有那么一丝念想，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哪里还活着。他若是真活着，他知道家中有您，有2个儿子在等着他，他怎肯不回来？您不要再说这些徒添伤心了。你要是平安呢，有机会的话，还是再慢慢的寻寻。哪怕他死了，我在他的墓前哭一场，那我也心安了。睡了。今夜我哪儿都不去了，我就在这儿守着你。你好好睡。安徽安抚使古平原，我要见你们李成将军。英梅，别来无恙。
你来做什么？我不能来吗？我竟然都不知道你已经做了安抚使。沧海浮生，谁能确保自己明天扮演谁啊？昨天还是白衣梅，今天不是正在演王妃吗？斗嘴我还真是赢不了你。说吧，你来干嘛？说完了赶紧走，这儿是微城。我要找李成。他忙于军务，不会见你的。没别的事儿就走了。你们还有什么军务？现在合肥城里已经饥不择食，你们现在不逃更待何时？想拖着全城的百姓一起死啊？你还真是处处替着朝廷说话。一梅，做了王妃，心肠也变硬了，要那么多人陪葬啊？你何苦为难我？不是为难，我是求你，哪怕你们自己要走断头路，放过全合肥城的百姓，给他们留点福气。白老先生若看到你现在这样，得多难过。苦大哥，你不能那么说我。便是我想走，我也做不了这个主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好友见面还拌上嘴了？他方才所言，也是为你我着想。沏杯茶来。请。眼下这光景，我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招待你了。你们现在就吃这个？这可是好东西啊！王府先后的花园我都给扒了，种了好些花生。我还没请教，现在我该称呼你谷兄，还是谷大人？就叫谷平原。是我小气了，给谷兄赔罪。今天我来，方才我听见“安抚使”3个字，好啊，好得很。这普天之下的清廷文武百官加在一起，再算上那个皇帝老儿，没有一个配得上他的名位。倒是谷兄你做这个安抚使，再好也没有了。一来，我心宽了很多。对了，一梅，去趟库房，刀架下面还有一瓶好酒，把它取来，我要与谷兄对饮。你什么都没吃呢？花生，去吧。合肥城眼下的光景，谷兄有什么要教导我的？如今的合肥城被围了3面，你为什么不撤？过了长江就是金陵。看来谷兄真是为官不久。是。退出合肥，去哪儿？浙江，朝廷的军队虎视眈眈。苏州，只怕我那些老兄弟们不答应。去金陵。金陵城外南北大营几十万人，我就算拼死冲入金陵，和老兄弟们坐在一起，只怕我的结局会更惨。为何？你可知金陵城如今的境况？不知。老兄弟们同时操戈，危亡只在数日之间。
死期将近了。虎兄，这杯酒我敬你。你方才说的对，我不应该拉着合肥满城百姓与我陪葬。饮完这杯酒，你便回去。明日一早，我会开城放人，且不会伤百姓分毫。至于我们夫妇二人，大恩大德，来生再报。胡大哥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刚才是我无礼了，你别怪我。谢谢你一直善待我，替我葬父。我们夫妻，来生一定报答。好啊，一个效忠，一个殉情。你们考虑过其他人吗？你所指何人？你的那些兄弟们。你想说什么？他们可没做过王爷。没住过你那么大的府邸，他们现在正在吃什么？我看他们未必愿意陪着你一起死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但凡有一口饱饭吃，谁愿意造反？是，你选择仁义，你选择效忠，你有问过他们吗？你敢不敢去问一句，让那些不愿意效忠你的人跟着我出城，然后你自己去死？人前乱我军心者，其罪当诛啊！莫伤我，谷大哥，你说这话做什么？你快走啊！我有说错一句吗？你们的命是命，那些人的命就不是命。你要是不服气，杀了我便是。来人！夫君，夫君！传令下去，本王要阵前训话。你随我来，我让你看看我手下有没有软骨头。天兵将士，天兵将士，天兵将士。我6岁加入义军，那个时候老哥哥们问我，种田的辛勤劳作，为何最后饿死路边？做工的卖尽力气，为何失手要被人拿来肥田？天下的大人们、老爷们，用谎话骗我们，用鞭子抽我们，欺压我们的爹娘，凌辱我们的儿女，敲骨吸髓。这样的天下，怎能不反？你们中间好些人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，还有一些是这1、2年跟上来的。如今我们被困在这合肥城里，无路可走。大战在即，我不强求。愿意留下的，吃掉剩下的粮食，磨块刀剑。升天之后，我们接着做兄弟。不愿意留下的，
明日一早，清兵会退后10里。他们派来了安抚使，你们跟他走，回家去。任何人不得拦阻。我们的刀剑绝不砍向自己的兄弟。天兵将士，四海太平！天兵将士，四海太平！天兵将士，四海太平！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要不要再问问其他兄弟啊？是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我从宁古塔出来以后，每天都在刀尖上走。今天若因为我而能救出全城的百姓，我死也值。你看这些百姓，等战争过后，他们都是没了地的农民。你应该为他们高兴。出了城又能怎样？人的命数，老天爷早就定好了。真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老天爷吗？我不信。要是真有的话，这世上就没有战争，不会有灾祸。你们造反，也是老天爷怂恿的吗？大人，请古先生。古先生，请。古先生为国效劳，舍生入死，辛苦。不敢。这些兄弟，所有弃暗投明的弟兄们，听了，把武器放下，到北营集合。不是要送我们回家吗？我们没有武器了。你们要武器干什么？回家！大人，不可！急什么，顾先生？他们既然已经投降，那就还是我大清的子民，你不能这样。你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我来跟他们说。各位兄弟，我是安徽巡抚乔松。你们能反正，那就是朝廷的好子民。所以，我们空出北营安置你们。一来呀，围城太久，你们身体虚弱，还需要吃一些东西；二来是要刮头；三来，你们的军装要换掉。这方圆几百里都是朝廷的军队，这样出去还得了啊？你们若是觉得我有什么其他心思，来，枪的方向，让开大道。若还是有人想走，兄弟我恭送。走吧，兄弟们，饭都准备好了，水也烧开了，吃了饭
洗澡挂桶，明天上路都有露天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虎兄，走，我们去喝酒。大人，刚才言语多有冒犯。哎，这就跟我见外了。虎兄，你忠勇无双，只身一人不顾生死，救出这么多百姓士兵来。我已经让师爷谢哲在徽宗面前给你请功了。对呀，皇太后跟六爷见到，不定得多高兴啊！那必然是加官进爵。这顿庆贺酒啊，得提前跟兄弟喝了。哎，酒就不必了。走，请。请。王爷，谁让王妃上来的？莫怪他们，是我执意要来的。都站远点。我陪你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没有打仗，我们夫妇二人站在这城楼上看风景，那该多好。若是没有战争，你还在广西挖煤呢，我可见不到你。是啊，兴许你早就嫁给那古平原了。怎么，你还在生他的气？大丈夫恩怨分明，他与你有恩，就算对我有所冒犯，我也不会计较。你这个古大哥做人做事都是一流，我担心他和那些狗官在一起，迟早要吃亏啊。怎么？唉，你不懂也罢，不懂活得轻松。好奇而已。你还在挂念他吧？你看，城外这些密密匝匝的清兵，他们知道我们城内粮食弹药紧缺，为何久久围而不攻？是因为他们想发财。只要我们还活着，他们就可以向朝廷伸手要人、要钱、要枪，朝廷无不满足。哪天朝廷给不出了，他们再攻城，我们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升官发财的抓手。孤兄此次前来劝降，实则是有人想借刀杀人，想借我的手，要他的性命。他的身边可没有好人。你是说，他们就是让他来送死的？不过古兄1等1的聪明，他不会看不出来，这也是他的弱点。什么？烂好人。如今这乱世，好人不得活。夫人，城楼上风大，你先下去吧。来人，送夫人下去。是。要攻城了。哎，兄弟们！哎，有吃的了，兄弟们！哎，别着急，这边还有炒菜呢啊，还有酒。来好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慢点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
古兄弟，古先生，古先生，你是手工啊啊！这一杯我们2个人敬你。来，满上。满上。大人呐，我真的不胜酒力，别管我了。好嘞，古兄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来，那我说出一个理由，就可以不喝这杯酒。哦，什么理由啊？今天你们送我进城的时候，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我能活着回来？古先生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何德何能当这个安抚使啊？并肩登楼，一起走向头。风雪踏过山海同游，人世道险与凶，心一诺千斤重，为了向命运的捉弄。相逢间无语中，望风化一丛丛，半只脚共闯荡，如日初升。也曾拥凌云梦，天地碧入怀中，挥春秋。岁月峥嵘，当时同舟携手渡江河翻涌，劝君更尽酒一盅。曾见过他负隅翻云，手断千百种，也见过那离子将人心渐渐万空。生与浊世所幸，彼此曾患难与共。谁亦谁亦，好似一场梦。相逢间无语中，他浮华已匆匆，剧中人总神仙。